现在已经离开棉堡了，往棉堡往西走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现在来到这边是圣母玛利亚的故居。应该多数人都不知道，圣母玛利亚其实她是从土耳其来的，并不是从欧洲大陆那边出来的。其实在基督的很多圣人里面都是从那个地方，像土耳其啊、以色列，耶稣就是在以色列出生的。像最有名的 Santa Claus 就是圣诞老人，其实他的原名是圣尼古拉。我们现在来到这边，这里一样是世界文化遗址圣母玛利亚的故乡。我来到这边有点远，要多绕大概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终点站是伊斯麦，所以大家就自己斟酌有没有要来这个景点。而且这边的景点门票还蛮贵的，一个人门票200，然后车子停车是50，所以我们2个人就要花450了。来到土耳其第一个被宰的一个景点，就是看看这个小房子而已，里面大概走进去不到3分钟就又走出来了。里面就是一个雕像，然后有一个圣母跟耶稣的一个画像这样而已。那这个景点就这样结束了，这样要450块2个人，建议大家看看我的影片就好了。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多花时间来这一趟。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前往土耳其的第3大城镇伊士麦。又开了1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伊士麦这边了。这里是土耳其的第3大城镇，也是第2大的港口。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它的第一个景点士麦纳，这里是整个考古出来的一个古城镇，这是由古希腊人打造出来的一个文化的遗址，保存的感觉好像是还蛮完整的一个遗址在这边。这边的这个出水口是当时的人们最早使用的一个集市的水源机建造的技术，都是这种石头这样直接把它粘在一起的，这些石块就会这样粘在上面，不会掉下来。那时候的年代又没有水，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把它盖起来的。这里就是考古出来的这个古希腊的神殿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是在它的上层，刚刚在它的下面那边是它的一个处理水道的系统。另外在这边就是考古出来的一些古希腊的文物，全部都是这种大理石下去雕刻的。哇，这还保存得很好哎！这些全部都是西元2000年以前的一些文物了。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一直到公元大概100-200年之间的时候，有一场大地震，把这边全部都震毁了，真的是蛮可惜的。因为他们以前的这种石器堆砌的这种技术，经不起任何的地震，没有任何的抗震的效果。喜欢探索考古景点的朋友，就可以来这个士麦纳这边看一下这个古希腊城镇。在士麦纳的正对面这边有一处是菜市场、鱼市场的地方，看一下这边的物价都算是还蛮便宜的。番茄1公斤20，哇！现在草莓产季了，1公斤才18块，超便宜的。然后葡萄也才15块而已，香蕉18。这边是靠近港口，所以就有很多卖鱼的，应该丝木鱼吧，1公斤才60而已，然后小尾鱼50。这样一盘只要35而已，超便宜的呢，40块的蘑菇。他们这边有在吃酸菜，跟罗马尼亚一样。走到哪一个市集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土耳其的糖果啊、果干。这边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算是他们的伊斯麦的大巴扎了吧？哇，这个一件帽 T 只要70块而已。Thank you. OK. 土耳其的传统糖果。
这间看起来很厉害，洞穴城堡的一个餐厅的样子，很别致的这间城堡餐厅。现在来到靠海的城市了，有很多在卖这个海鲜的。大巴扎这边买了一盘这个蛋菜，这个蛋菜里面很酷哎，蛋菜包饭，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吃法，然后再加一些柠檬，很好吃哎。来到海鲜的城镇就要吃一下海鲜啦，看一下这个。虾仁的，它这是加奶油下去煎的。你看这个奶油很香哎，他们这家都是配沙拉跟面包而已。这边是没有饭的，饭的话就可以是刚刚我们吃的那种蛋菜里面包饭的。我们走到的这一区是像这样老的这种街区，这里是古老饭店的街区。很多卖一些土耳其特色的东西，看一下这边都是非常有这种土耳其的特色。这一间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客栈的遗址，已经没有在做饭店使用，全部都是做一个商场。就在驿站的旁边这一间，就是整个伊斯麦这里最大最古老的清真寺，它可以追溯于公元100年左右。在170几年的时候，有曾经因为大地震，整个被震毁了。西元16、17世纪的时候才重新重建。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重建后的样子了。哇，这间的雕刻的作风又跟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了，而且它的水晶灯是分散开来的，不是像之前看到都是一大颗而已。看它这整个雕刻。低调里的奢华的感觉，并不会说很抢眼。这个市集真的是有够大的，走了好久都还没有走出去这个市集里面。那我们现在已经找到出口了，要往下一个景点出发。带大家来到了这边是圣波利卡教堂，这个是在土耳其伊斯麦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耶稣基督的圣地。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它是7大教堂之一。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起眼的一间教堂，是在每天的3点到5点的时候才有开放。他当初也是圣约翰的底下门徒之一。据说圣波利卡他也有跟耶稣亲身经历的传道过。那我们就等一下3点，在2-3分钟就开门了。教堂里面是不能拍照录影的，风格是非常的壮观，果然是7大教堂之一。刚刚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不知道不能拍，然后我稍微拍了一下，马上就被制止了。这里就是伊斯麦最热闹的科纳克广场，这一个呢就是最主要的伊斯麦钟楼，他们这边的市政地标。整个伊斯麦这边卖的一些纪念品啊，全部都会看到这个钟楼。今天明明是星期一，结果他们人竟然那么多，他们好像都不用上班一样。我们从中午12点就已经到达伊斯麦了，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是这种那么多人的场景，太可怕了。人家刚刚那个市政厅广场，继续往外围这边走。这边有一间考古博物馆，这边也是伊斯麦主要的一个景区。那从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个海港，被切得好工整。这就是从我们刚刚那个士麦那边考古出来的文物，就是保留在这个考古博物馆里面。我们现在来到了伊斯麦最后一个景点了，这边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那它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我们走过来走了大概快20分钟才到。这边是一个电梯，可以直达顶端，然后欣赏整个伊斯麦的风景。
这边是阿山索尔塔，在当地人他们称为电梯。到这边可以鸟瞰整个这个伊斯麦的港湾，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伊斯麦的最后一个景点了。这个当地人非常推荐来的一个地方，这边看看夜景啊，还是看看这个海景，都是非常的漂亮。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Bye bye.